地震呢，它最怕发生在一个没有救援能力的国度啊。当地震来临，如果这个国家没有救援能力，那么对于他们的灾民来说，那就是雪上加霜啊。1月7号9点5分，日喀则定日地区发生了6.8级地震，目前呢已经造成了126人遇难，188人受伤。地震发生后1小时。咱们的无人机就到达了震区进行侦查，救援人员几小时内就到达了灾区，快速设立了14个安置点，转移受灾群众3万多名，从房屋倒塌的震区中又搜救出407名被困群众。而7小时后，1月20就装载的我们的救灾物资出现在震区。当天晚上，我们的老百姓就吃上了热乎的饭菜。大家对于日喀则定日地区的远没有概念，打开地图看，它距离拉萨600多公里，可实际上它在尼泊尔的边境上，喜马拉雅山脉的大山里头。如果没有我们现代的公路网和机场，在这里救灾的难度将是极大的。1920年12月6日，也在西北的宁夏西海固，那一天啊，就是今天的海原县，曾经发生了一场20世纪中国最强地震，它的地震烈度是唐山大地震的7.8倍，有记录死亡人口是28万，无记录都无法得知。1920年那场地震，它可以直接让大山移位，湖泊消失。当时啊，远在广州都有震感，北京很多房屋被震掉瓦片，西安很多房屋被震倒，全世界很多地质观察站都观察到了这场地震，所以这场地震被称为环球大震。但是海原地震里，只要住在窑洞里的人无人幸免，全部被掩埋，海原县城直接变成了平地。当时啊，民国那个县长直接被吓得精神失常。可是当时呢，民国灾区的考察人员竟然是在1921年的夏天才赶到了宁夏海原，而那时候海原的人民已经在寒风里度过了半年啊。当时的海原每次余震都是7级地震，整个西海固地区所有的房屋全部被震塌，所有的窑洞全部被掩埋，人们不敢住在窑洞里，也没有房屋。地震的第3天就开始刮起大风，下起大雪，地上冒起黑水，幸存的人们又被冻死无数。当时啊，狼群肆虐，野狼在那个冬天里吃了无数的死人。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，民国政府竟然快速在1个月之内组织了大量的救灾款，捐给了当时的日本政府。巴黎和会上怒斥日本侵占山东的顾维钧，亲自去关东震区慰问。有的时候你不要太相信某些民国大师还有他的细节啊。也是同年1923年，海原人民等待了3年的救灾款才到达了海原县，而这时候已经过去了3年啊。其实西北灾区救灾在民国地区那是特别的难，为什么？它难在交通运输，还有救灾人员与救灾物资。而这一次日喀则定日地震，它要比当年的西海固海原要远的更多啊，高原更高，但是却速度如此之快，这就是一个今天中国的奇迹。2015年尼泊尔8.1级地震，那时候的震中距离其实距离日喀则就45公里，导致日喀则地区啊死亡了12人。而这一次尼泊尔那边是1月7号早晨6点发生的7.0级地震，我们是早晨9点。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。这一次印度马上承诺说要救灾，他正在调配5支救援队，还有15吨救援物资，也就是咱们1月20的1/4吧。所以你要明白，一个大国，一个工业大国的救灾速度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也启动了救灾预案，也会顺带帮助一下尼泊尔救灾。但是这一次地震，我为什么要说1920年海原大地震？因为海原大地震以后，马上就开始降温，刮起大风，因为那也是在一个冬天，让海原灾区的灾民有不少冻死在寒风里头。而这一次日喀则定日地区也是在寒日里、寒冬里经历了场地震。可是我们这一次救灾，我们在当天几小时就建立了14个救灾点，几万名灾民被救援，同时我们还有余力去救援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尼泊尔灾区。这就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实力的投射啊！那里是很偏，救灾也很难，但即使再难，我们的子弟兵也会在第一时间快速赶达那里。总之有人在问，你觉得祖国什么时候强大了？就是在国境之内再偏远的灾区灾民受灾当天，你就能住上暖和的帐篷，喝上暖和的水，吃上暖和的饭菜啊！祖国的强大就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身心的感受啊！而现在救灾的车辆正在源源不断的开往震区，你打开导航，你就会显示通往日喀则很多地段的公路在拥堵，这就是民心所向。但是我这时候真的不该说，可是我还是想说，你说其他国家看见我们在高原这么强大的救灾实力，还有军队投送实力，有的国家是不是应该嫉妒一下呢？并且反思一下有些国家他们在卡特飓风里面的表现呢？